大家好，去年美国西部自驾万里行，我带了各种设备，包括索尼微单、运动相机、无人机，但我用的最多的还是手机。那么我为什么喜欢用手机来拍风光呢？它又有什么优势呢？首先，我喜欢苹果手机的这个13毫米的超广角，就是0.5倍的这个啊。苹果14、15、16都是如此。我的佳能单反当时用的是16、35，就是16毫米的超广角。现在索尼微单用的是14毫米定焦，14毫米的超广角。苹果的超广角13毫米啊，更广，我超喜欢。尤其是有时候你需要夸大前景的时候，非常给力。另外，手机的相机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深景深。很多人都喜欢前景深，可以虚化背景啊，拍人像的时候很漂亮。但是风光摄影不需要虚化，要的是清晰，由远到近都清晰。所以手机相机的这种深景深的效果正好符合这个需求。再一点就是手机的便携性太重要了，风光摄影师总是少不了跋山涉水沉重的摄影包往往成为你的负担。手机一身轻松可以轻松上阵，太爽了。什么因素决定你这个风光片是不是大片呢？取景、构图、曝光准确、后期调整都很重要。至于是相机还是手机拍的，其实不重要。手机同样可以拍出非常优秀的风光作品。另一个要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手机拍风光你最好设到 RAW 格式上，因为它可以保存更多的原始数据，这对你后期修图的空间很大。这个在相机的设置里面就可以找到。缺点呢，就是 RAW 格式它可以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在这说一句如果你喜欢手机摄影，你的手机内存尽可能大一些，我想至少要512，能够1T 是最好的可以放心的拍了。提高照片的画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尽量使用手机上的一个标准镜头，就是1x那个镜头因为通常这个镜头是各个镜头中画质最好的，像素也是最高的。用手机拍风光，三脚架很重要。因为风光照片清晰度是关键的，是首要的。为了达到减少震动，从而导致相片不清晰，三脚架对于拍风光非常重要。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专为手机生产的手机三脚架，很轻便的，用上它绝对比你手端着拍的要稳。另外，你即使用三脚架拍摄，拍的时候你还要用手去按这个手机，按这个快门，同样可能引起手机这个震动。怎么办呢？两个方法，一个用蓝牙遥控操作，可以不碰它。第二呢，你可以用手机自带的这种自拍延时功能，比方说你可以给它放到5秒10秒，然后它自动启动，这都可以起到不触动手机的目的，从而保持照片的绝对清晰。照片是否清晰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就是聚焦。我们知道现在手机的自动聚焦功能已经很出色了，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信赖的。但某些时候，当画面里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它并不知道你的兴趣点是哪个，因此有可能聚焦不正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在按快门之前养成习惯，用你的小手点一下你希望聚焦清晰的地方，甚至你可以长按2秒锁定这个聚焦点，这样拍出来的焦点就万无一失了。下面结合这次我用手机拍的一些风光片，分享一些体会第一个就是天空的重要性。在风光摄影中，除非你只拍个局部一部分，否则都离不开天空。而且一个照片中，天空往往占很大的比例，1/4甚至1/3。所以好的天空背景
往往是事半功倍。你比方说科罗拉多这个秋色呀，我已经先后去了4次了，就是因为想看看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天空背景能够拍出什么作品来。哦，这个云太神奇了，简直像氢弹爆炸一样啊！另外一点就是线条的重要性。自然风光的壮美并不只是体现在缤纷艳丽的色彩上，动人的线条几乎无处不在，它同样可以震撼人心。黑白照片在很多情况下色彩并不重要，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黑白，它可以带你走入另一个不同的境界。这些年人们总在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风光摄影里边是否可以出现人物。我觉得这没什么定论，看个人的所好吧。看你的片子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去投稿参赛，风光片是不能有人的。现在我比较喜欢在一些大场景的风光片里边放一些小的人物进去，这样呢，首先可以有一种比例的感觉，可以人很小，显得这个场景更加宏大。另外呢，通过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这些照片往往能给你带来很多震撼。用相机拍风光，一个常用技法就是接片儿，可以把宏大的场面通过几张片子来拼接一起，制作成一个宽幅作品。手机同样可以做到。下面给大家看几张这次我的接片作品啊。好吧，讲了这么多，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些喜好啊。通常我们用手机是用来记录生活、旅行摄影或者拍一些人像美照，而拍风光大片一般人都还是会使用相机啊，因为大家认为相机画质更好，镜头选择更多，这都没错。但是现代手机发展神速，高像素、多镜头已经成为普遍，各个厂商都是。所以用手机拍出来的风光片，如果你不是放大很大倍数，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出它与相机照片的差别来了。我会继续使用手机来绘影生活、记录旅行，以及拍摄我最爱的风光大片。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各位，别忘了关注、点赞并转发。